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武大肖战，迫切转型的李沁，终于还是暴露了自己的野心。两个麻花辫，颇有年代感的碎花上衣。李沁新剧怎么又演起来村姑了？没人忘记他上一部戏的村花被骂得有多惨吧？为了体现农村人的形象，他故意将自己皮肤抹得面黄肌瘦，只是一口烤瓷牙却白得发亮，让人频频出戏。有人为了验证李沁的村花造型不切实际，还特地整理出了很多经典的村花形象，以此说明即使是生长在农村的姑娘，也有自己独特的美，而不是像李沁一样看起来营养不良。而这一次，乍一看她和上部戏的造型怎么没什么区别，实际上却暗藏玄机。01，看起来总是人淡如菊的李沁，其实才是小花中最不简单的那一位。毕竟就连杨紫也只和顶流小生肖战合作了1次，而李沁却已经和对方合作5次了。8年内合作5次，这样的频率在整个娱乐圈都少见。或许这也是很多人认为他们之间关系不一般的原因吧。一个如月亮般清冷，只让人想起风清月白，人在舟中便是仙；一个似春水般温润，和而不流，青山欲共松竹饮。两个人看起来确实很般配，尤其是在娱乐圈中因戏生情的夫妻比比皆是，如吴奇隆和刘诗诗，只一部戏就互定终身，成为内娱有名的神仙眷侣。而李沁和肖战之间，由于合作多次，也存在不少亲密互动。肖战会亲密地喊李沁的外号，祝她生日快乐。甚至有人说李沁接下《诛仙》给女团出身的孟美岐做配也是因为爱情。在肖战出演话剧的时候，还有媒体拍到李沁曾过去探班，还传闻他和男方的父母一起吃了饭。两人之前虽然屡次搭档，但是都不是正儿八经的官配。这一次，他们终于演上了男女主，两人有不少亲密戏份，所以有不少人怀疑这两人是不是偷偷摸摸的在一起了。虽然外界的传言众说纷纭，但是感情的事情也只是大家的猜测。比起两人的感情传闻，大家更关心的是李沁怎么一头扎进年代剧中一去不复返了呢？这部开播就破收视率的剧原本是广受好评的，但是作为女主角的李沁却拖了后腿，甚至还屡次传出被女2号艳压的消息。刚出场时的李沁或许是为了更好地呈现角色而过度减肥，脸上一点肉都没有了，脸颊更是呈现凹陷状。而女2号无论是从面色还是状态看起来都比她好得多，尤其是这个女2号曹斐然来头也不小。上一次大火还是因为张继科事件，她被传出曾经与张继科谈过恋爱，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。实力长相都不输李沁的她，刚刚出场时戏份甚至比李沁这个女主角还多，这也是很多人先入为主的觉得李沁差了一点的原因。尤其是她改不了之前唱昆曲带给她的习惯，在念台词时总是掷地有声，一字一句的讲，表演的痕迹很是明显。很多人不明白年纪轻轻的她干嘛想不开，沉浸于年代戏无法自拔。但其实主动到年代戏中扮演村姑的李沁，才是娱乐圈中最清醒的那一个。02，从李少红第一眼看到李沁开始，他就觉得自己找对人了，这个女孩就是他想要的薛宝钗。很多人觉得李沁看起来清冷又倔强，总是微微向下的嘴角让她看起来有几分苦相，所以这样的她难道不是更适合柔弱但却颇有几分性情的林黛玉吗？老版的薛宝钗有几分珠圆玉润，一看就是富养长大的大家闺秀，眼睛中还透露着一点精明与圆滑。但是李沁
却满眼都是淡然。但在李少红的眼里，这个女孩看起来温顺，骨子里实则沉稳有分寸，与原文中可叹停机德、堪怜永续才的薛宝钗极为相似。更重要的是，从小学习昆曲的李沁，无论是身段还是体态，都与她想表达的角色极为契合。更何况曹雪芹写下《红楼梦》时，昆曲正是盛行之时，于是他开始想尽办法将李沁哄过去演戏。但是那时的李沁已经被昆曲学院选中，成为下一代的闺门旦传人，每天都沉浸在游园惊梦中。而为了让他心无旁骛地训练与学习，学院的老师对他采取了封闭式的管理。所以他出道之时，很多人说他当时是被秘密培养的。在李少红对李沁抛出橄榄枝的时候，首先遭到的就是学校的反对。将一个专业的、潜力无穷的传统文化继承人送进娱乐圈演戏，学校当然极力反对。而李沁的父母也不太赞同，不想让女儿进入复杂的娱乐圈。可是毕竟是李少红的邀请，那时的他不仅在国际电影上颇有成就，更是指导拍出了大明宫词。《红楼梦》作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著作，能够出演薛宝钗，对于李沁来说，着实是个诱惑。所以学校和家长各退一步，将最后的抉择交给李沁。毕竟谁都知道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如果选择进入剧组，就意味着再也回不去咿咿呀呀的梨园，再也无法上台唱一曲《良辰美景奈何天》了。这或许是他人生的一个分岔口，他不知道应该向左还是向右。在百般犹豫后，他决定走出舒适圈，去挑战一次薛宝钗。一曲《牡丹亭》，一场空梦境，他觉得自己这场游园梦该醒来了。出演薛宝钗，不仅将他送进了娱乐圈，更让他遇见了自己的初恋。03，在李少红的这版《红楼梦》中，李沁饰演的是少年时期的薛宝钗，而杨洋则是成年时期的贾宝玉。按理说两人在剧中的交集并不多，但是偏偏他们两人传出了绯闻。原因则是两个人平时在剧组的合照中总是紧紧地挨在一起，连看个手机都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，怎么看关系都不一般。当然几张照片或许说明不了什么，但是两人之后一起合作了好几部作品不说，在网络上也是各种亲密互动，还被共同好友点出了两人的关系，一起过圣诞节，一起跨年迎接新年。懵懂少年时，这样的感情或许是最美好的，但是在娱乐圈中，有多少人会为了利益翻脸？李沁的事业不仅逐步高升，得到了公司的力捧，还和老板的儿子林深传出因戏生情的绯闻。而那时的杨洋不仅不温不火，还面临解约，连角色都传出被林深抢了过去。两人再也没有像之前那样暗戳戳的互动，转而以朋友的身份相处。而告别杨洋之后，李沁则又投向了金世佳的怀抱。有媒体拍到两人深夜一起回酒店的照片，之后还有网友在毛里求斯偶遇两人一起旅行。但就像是和杨洋的恋情一样，即使屡次被拍到两人关系不一般的证据，他们采取的都是冷处理的方式，最后的恋情也是悄无声息的不了了之了。但有一位男明星却能得到李沁的公开承认。2016年，一直奔波于各大剧组的李沁开始尝试进入综艺，更是尝试了一把公费恋爱。一档明星恋爱综艺将他和魏大勋捆绑到了一起，两个人在节目中做着各种情侣之间的事情，水下拥抱接吻，一时让人觉得他们是假戏真做了。不过综艺节目结束后，两人的关系也就到此而止了。虽然李沁有过不少绯闻男友，但是她并不是为了爱情就放弃事业的女孩，即使她看起来总有一种淡泊名利的气质，其实李沁的野心
早就藏不住了。04，从出道至今，李沁演过不少角色，她最拿得出手的却是个配角。在《楚乔传》之前，李沁曾经在不少剧中担任主角，但是那么多形象各异的女主都没能让她走红。直到2017年，她饰演的元淳公主前妻天真可人，国破家亡之后一直活在仇恨之中，像破碎的玫瑰，让人又痛恨又可怜。这部剧让李沁小火了一把，也让她发现了一个娱乐圈的隐形规则：当无数个女主都不如和一位知名度高的演员合作来的实在。她的元淳之所以能火，是因为彼时的赵丽颖红得发紫。在这之后，她合作的演员或许不是什么实力派，但一定是自带流量类型的。从张若昀到肖战到陈晓，哪一个不是家喻户晓的人物？她的人红戏不红，终于在一次次的合作中有所改善。当知名度达到一定程度，她才开始想办法转型。而年代戏则是很多年轻女演员证明演技的首选。热依扎凭借一部《山海情》就成为了观众心中白玉兰的无冕之王。年代戏或许成为了奖项备选，成为了演技证明，成为了转型首选。从李沁接连2部搭档顶流男星出演年代剧就能看出，她才不是什么人淡如菊，她一直都有一颗想红的野心。结语：娱乐圈中捧高踩低的现象历来屡见不鲜，那是最能看清世态炎凉的地方。所谓淡泊名利，人淡如菊，终究抵不过现实。32岁的李沁，或许早就有一颗想红的心了。